这男孩的血不对，没有用了。救你的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我那天应该是晕过去了，再睁开眼，已身在神机营总堂。不是神机营救的？不是，他们对我的出现也是莫名所以。不过那里都是爷爷的老部下，所以我不愁没人管。各家叔叔们你一口我一口，把我喂到这么大。把你喂到这么大，一定很辛苦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那你应该入神机营啊，怎么去了水师？神机营？我不能用火铳，入不了。不能用火铳？爷爷讨厌火铳，不准我用。你爷爷不是神机营的坚强武臣吗？还打赢过扶桑人的15万大军，竟然讨厌火铳？我父母在试验新火药时发生了意外，连尸首都捡不回来。爷爷恨上了所有与火药相关的东西。以前他在的时候，我还会偷偷溜去神机营玩玩火铳。后来他不在了，我反而变得听话了。我懂。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他叫长生，对吧？陆长生，长生不老的长生。我会帮你一起找到他的。你当时那样死命地咬住长生，不怕他痛吗？越痛越好。嗯？咬得越重，留下的伤疤就越醒目。和怕他痛比起来，我更怕以后再也找不到他。这皮不是……再来一个。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。它叫什么？这东西是小弗朗基人从新大陆带到吕宋来的。你们的人叫它番薯或是地瓜什么的。地瓜，甜美如瓜，又有大地五谷之气。相较番薯，学生更喜欢这个名字。此物有6益8利，共同五谷，最大好处是随灾随活，不惧虫害。如此好物，用在旱涝虫灾频发之地，岂非济世良方？学生在苏州之时，听闻黄河北岸连年大旱，麦粮颗粒无收，陕北晋中一带流民遍野，更有揭竿而起者。若是能引种这地瓜回去，小弗朗基人虽严禁此物运出吕宋，却也难不住天宫。有回中土的海商将薯藤缠在缆绳之上，涂满海泥，瞒天过海。现下闽中一带已经开始种植。如此甚好。待学生回城之时，也要带上他几尺瓜藤。强悍盛唐南北宋，千年来虽历经诸多盛世，而以华夏之地大物博，人口却从未能上万万之数，此事为何？民以食为天，然五谷栽种不易，历朝百姓皆为时所困。天宫在吕宋兴修水利，开山屯田，又岂只是为吕宋一岛？番麦、番薯、荷兰薯这些源自新大陆的食物，随灾随活，旱涝可收。若能培植出适合江淮、黄河两岸的良种，定可救万民于饥荒。莫说万万之数，便是4万万、10万万人，亦甚可期。到那时，方是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之太平盛世。盛世之道，先生教我。宋某当下并无收弟子之意。此间行之迷宫藏书百万，古今中外无所不有，你不妨先自行了解一下。学生生来最喜读书，如此甚好。书生呢？怎么整天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？他呀，从早到晚，再从晚到早都泡在先生那里，就连觉也不见回来睡。这2个人都不太正常的，可以拿书当饭吃，当被盖。我猜他一定是在看那本讲西门大官人的书。这书这么好看啊！我下次去找先生的时候，也要借来好好读上一读。
我们换个话题，好的，换什么话题？比如，我的13队好歹也有几十名弟兄，为什么最近的茅厕离开这里竟有500步之遥？跟我来。蚕就是祖宗，别说这叶子沾了尘土就不能吃了，祖宗们还怕香又怕臭。掏茅厕、煎咸鱼、熬荤油、烧煤、烧炭、燃沉香、熏檀香，所有这些事情啊，全都不能有。每当这些气味来时，要赶紧烧起桑叶，用烟来抵挡，要不然呐，他们敢给你死一窝。养个虫竟然这么麻烦，换成我就拿去喂鸡算了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口无遮拦。万国的贸易天下第一，丝绸的贸易又是万国第一。本朝的银子啊，有一半要靠虫儿来赚。这些虫儿吐的是丝吗？不是，那吐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这些虫儿简直就是和银矿山一样值钱的银虫。哎呦，气死老娘了！赵大娘，对不起，我跟这个人刚认识不到3天的，我们不熟的。别过去，那可是万国独有的五色锦，他吐的丝呀，在这里500两银子只能买得到1钱。世上竟有此物，其丝坚韧不断，日光下呈斑斓五色，华美无匹，在水中却又透明无影，可做最佳之鱼线。一般蚕儿吐丝只为节俭羽化，随之产卵而亡。而那五色锦却无需节俭羽化即可吐丝，每3月吐丝1钱，经6年方才羽化，和一般的蚕相比，简直就是不死之身。这本开物上说，五色锦是以家蚕、蜂蚕、栗蚕、天蚕、琥珀蚕等反复杂交培植繁育而成，却不知是何道理。你我既投缘，今日便与你说一些道理。一些你在4书5经中不曾见过的道理。学生正求之不得，洗耳恭听。你可曾听过遗传与变异之说？惭愧，学生才疏学浅。人生来大都有4肢5官，且和双亲从样貌上便能看出同宗同族，此乃遗传。而人人又生来不同，别说和双亲不尽相同，有些甚至生得相当怪异，不似人形，此乃变异。父亲大人常说，孟农性子软弱，又毫无建树，一点都不像他老人家。难道我这也是变异吗？此等情形亦可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，从而便有了生出异类的可能。那若是一位中土人士和一位吕宋人相交，诞下1儿半女，又会如何？有很大机会生出更聪明、更强健的子嗣。当真？遗传与变异会倾向于集合双亲的长处，还以骡来例证，其筋骨腕力更强韧，且抗病抗老，生命力极其旺盛，用来拉车载物比驴马更佳，足可一使20-30年之久。好生厉害！只不过世事福祸相依，有利则必有弊。骡天生骨盆闭合，几乎不能生育，好生可惜。五色锦也是一样。不知这五色锦的祸又是什么，才能换来长生这么大的福？五色锦由5种蚕反复遗传变异而得，家蚕以桑叶为食，蜂蚕以樟叶、枫叶为食，栗蚕以核桃板栗叶为食，天蚕以座叶为食，而这五色锦则是如何？以蚕为食。什么？世事福祸相依，长生的代价必然惨烈。关于这方面的道理，以你现在的程度再说下去，想必也是不能明白。
这里有3部书册，若有兴趣，不妨一读。人体的构造、遗传与变异、移植。3部书册的作者是同一人，维萨里。维萨里，我知道这个人。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书送到纽伦堡。那里的印刷所，我带你去过一次的。徐念就在前面等着我们。等着我们的还有审判4天使。你似乎说过，4天使不是普通的人类。他们的存在会让你开始怀疑那些传说，并不只是传说。等这件事结束，你我也会成为传说的一部分。想过代价吗？我们的名字会一直留在世上，留在时间里，而长生的代价必然惨烈。